居。那今天的主题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开架彩妆主题，就是我会用各种不一样台湾买得到的开架产品画我现在脸上这个妆，我觉得呈现妆感非常的不错，而且我今天用到的每一个彩妆品都不太雷，所以你们非常建议你们认真的看这支影片，好吗？那我们就开始化妆喽。防晒的部分，我今年就只有买这一罐，所以我就是没有换其他的防晒。它擦起来有一点点滑感，就是会有一点油润的感觉，所以在上妆前使用的话，妆会变得比较贴，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它虽然没有润色效果，可是你们看我现在的脸就是瞬间亮了，就是暗沉不见了，但是它是没有颜色的。我觉得是一支非常棒的防晒产品。我前阵子每个礼拜都会去医美清粉刺，所以这边有还蛮多小小的疤吧，算是疤痕。然后这边这个是新长的一颗豆子，这颗豆子我就叫它荷包蛋，因为我刚刚吃了一颗荷包蛋，我希望它可以赶快破茧而出。在这里也算是不小颗的痘痘。我今天会用露华浓的超持色清透粉底液混上妙巴黎果然新激光粉底液，就是这两罐。这一罐是比较干的，然后这一罐是比较滋润的，两个颜色也是不太一样的颜色。两罐混在一起效果超好，超级喜欢。因为我那天是直接先用露华浓的，还没有混过妙巴黎的，因为我记得我之前用过的妙巴黎是比较没有遮瑕，然后油感比较重一点点。那混在一起的话，皮肤的光泽也蛮好的，然后遮瑕度也是蛮好的，泛红跟小痘疤都不见了，比较大颗的没有办法遮住，还有发炎中的遮不住。妙巴黎的光泽感真的超漂亮的。我今天没有准备蜜粉定妆，就先不要定妆了。虽然我的脸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非常需要遮瑕，但是我还是把准备好的遮瑕膏一起上去。这个是 Maybelline 的黑眼圈擦擦笔，然后这两个颜色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浅。屈臣氏没有卖，要到宝雅才可以买得到。然后这个我在之前的 Maybelline Fix Me 系列有写过，有拍过影片，你们如果有喜欢可以去看。我觉得这个比较淡一些，可是我从镜子看还是有一块黑色的疤痕。但是呢，黑眼圈擦擦笔比较干，所以老师要做好再上。接下来我们先画眉毛好了。眉毛今天会画成什么样呢？讨厌眉毛。眉毛是 Integrate 的眉笔，然后我会配合我之前用过的眉粉一起使用。我最近比较喜欢画有一点点高的眉毛，但是这种有角度的眉毛比平眉更难抓，因为两边要很对称，超困难的。然后我用 Integrate 的4色眉粉盒，再补一下眉尾跟眉头的定妆。我觉得今天的眉毛画的相当的顺，但这边好像还是偏高一点。
染眉膏我用了妙巴黎的超自然立体染眉膏，我选的是浅色的蜜金棕。这有一股臭臭的味道，是这个吧？接下来上个 primer， 这个是 UNT 的眼妆 primer， 然后它的用量只需要超级小一个豆子，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在手上这样搓，看你想要上的眼影范围还有眼线是多宽，你就把它上多宽。眼线也可以用，眼线用这个我觉得还蛮牢固的。鼻影是有 K-MAC 的。鼻子出现了高耸的立体感，然后眼窝的话也可以顺便用这个一起带过。然后我比较喜欢先在眼皮上面类似用这种单色的眼影定妆，让那个 primer 不会那么黏。OK。所以跟大家道歉一下，因为那个太阳的光线，我实在没有办法随时掌控它的变化，所以肤色会有一点点变来变去。接下来画眼影是你们非常期待的 ZA 这一盘最新的4色眼影，然后我选的是 BR31跟 RD47这2个色来画。那一开始先用这个比较白的颜色，我直接用手指画，然后轻轻的点在眼睛上面。这是没有亮粉的浅米色，它可以让你这里的骨头看起来更凸，那你的眼睛感觉就会更深邃。接下来用这一盘，那这个眼影呢，它如果用手指或者是它附赠的棉棒刷色，会非常的显色，就是颜色会很深，所以我尽量不要用手指或者是棉棒上色，上完之后可以在手上刷过。你看，就是立刻会有这个颜色，但我不需要那么深的颜色，直接上整个双眼皮以下的位置。接下来用这一盘 RD47， 我超喜欢它这一块粉红色跟这一块紫色。哇，我现在脸真的超白的哎，超日系的。这个感觉的，我直接要沾这个色，它在眼尾这边。接下来沾这个紫色画下眼线，最后手指直接沾这个颜色，它是很漂亮的金棕色。待会你们就可以看到它的颜色，直接粘在正中间，然后往前拍，往后拍，拿一支刷子把这个交界线刷掉。看看这个棕色变得超级漂亮，然后跟酒红色的眼影完全变成渐层色，就很像夕阳的颜色。我超爱这个棕色的。眼线是 Maybelline 的小金盖，然后我这一支是星际大战的联名款，它的盖子是咖啡色，深咖啡款式的，不是黑色的。它的笔很软，很好画，就是画起来很舒服。然后画内眼线。眼线完成之后，拿刚刚的刷子上面的余粉直接粘在上眼线。睫毛夹是 Etude House 的睫毛夹，我一直都是用这一支。开价的睫毛夹我有蛮多支，我都不太喜欢，所以我还是决定用 Etude House。睫毛膏是恋爱魔镜的睫毛膏，是我之前写过文章，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用，而且好适合我。它的纤维比较长一点点，所以你们在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跑到眼睛或者是粘在隐形眼镜上面，会蛮不舒服的。那刷的方式就是先沾一点在
根部直接用梳子往前梳，是差别蛮多的吧？这边是还没有刷的，这边是刷过，它刷过之后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飞翘。这睫毛膏飞翘的威力呢，是可能我往后做一点点，时不时你还是可以看到我的睫毛在我的双眼皮附近，所以我觉得很厉害。那我觉得我今天刷1层就还蛮够了。好，腮红我挑的是在日本买的这一盘，它的色号是 OR6。我之前还蛮喜欢这一块，但是因为我皮肤真的太干了，后来我都改用。其实我的熊大气垫腮红也是可以拿来在这个主题的，因为开价有买。但它的粉会让我的底妆有裂裂的感觉，算了，不要擦太多。就是我这边有一点裂纹，皮肤太干的痕迹。打亮是新买的 CAMAC 的打亮笔，然后它的色号是05号，是比较偏肤，就是它有2个颜色，一块很白，一块是肤色。然后这一块打亮，我自己是觉得本质摸起来算是细致的，可是它有颜色，就是如果你想要刷的很亮的时候，是会有一道白光，就是白粉。但它用来刷鼻子这边的时候很美，就是立体感立刻。先刷鼻子给你们看，来咯。鼻子瞬间就会有一道金属荧光。它的粉比腮红的粉再细致一点，所以我目前这3个位置都不会有粉底太干的感觉。好，刷子很好用，非常软，我还蛮喜欢这刷子的。就 CAMAC 家的附赠刷子都还蛮好的。眼下我也刷一些就好。这边变得比较亮，这边还好。立体跟光泽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一块我还蛮推荐的。虽然我在屈臣氏试色的时候，真的觉得它有点太白了，刷在手上你们看，真的很白，手指会立刻有一层白白的东西。就是它是有白粉的，我先擦这个好了，味道有一点点猛烈，它的颜色它的颜色超级饱和的，就像这样。颜色很漂亮，很欧美感，很大气的感觉。但会沾牙齿，可能涂的稍微也是比较多。好，那我们今天的开架彩妆妆容就完成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影片，也希望不要嫌我太啰嗦啦。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到下面去留言告诉我，然后也可以多留言跟我聊天，好吗？那就这样吧，下次见，拜拜。